这个男主是当代最强阴阳师，神龙在他面前都只是代步的坐骑，一身阴阳术炉火纯青，可谓安倍晴明 2.0。 没想到这样的存在也能被创去异世界，阴阳师在异世界搞魔法，这合理吗？事情还得从前世说起。天皇因忌惮男主阴阳师的能力，于是拿他徒弟的命做威胁，用卑鄙手段围剿男主。他临终前施展阴阳术带走一波，没想到再睁眼转生异世界，成了魔法世家的幼子赛卡。然而他身体里一点魔力都没有，父亲态度十分冷淡，兄弟们也只会嘲笑他。不过赛卡一点都不在意，因为他体内充盈的是源源不断的咒力。不要命了，还提咒力，抓你去打宿傩。因为纸张太贵，不能制作符纸，赛卡打算先用树叶练练手。他低头默念咒语，树叶在空中飞舞，在赛卡的咒语作用下，立刻变成了各式的式神。这时候他二哥格雷来找茬，眼看就要对他施暴。赛卡刚才召唤出的乌鸦式神马上冲过来保护他。虽然大哥及时把乌鸦赶走了，但二哥身上还是被啄了好几下。一眨眼，男主都7岁了，他一有空就跑去空地上造纸，很快就攒够了自己所需的符纸。那天伊法小姐姐在花盆里发现了男主的外套，不用脑子想都知道肯定是格雷干的。偏偏格雷又来找男主的茬，吹嘘自己就要去顶尖魔法学校读书了，说男主这种没魔力的只能窝家里头。这时候爸爸和大哥走过来，叫格雷出去做魔法测试去了。好奇心驱使下，男主也跟着过去了。风系能力的大哥是第一个上场，一看他的动作就知道他是个天才。然后是擅长火系的二哥，人品嘛说实话不咋地，可他作为名门正宗出身，魔法上自然有两下子，获得了老爸的夸奖。格雷挑衅似的叫男主也试试，想让他当着爸爸的面出洋相。男主本来不想暴露自己的咒力，可在这样的豪门里，弱小就意味着被人欺负，所以他决心不再藏着掖着。父亲吃了一惊，但很快就镇定了，因为他早有耳闻有人没魔力却能用魔法的传闻。但他并不支持男主学魔法，因为历史上从未有过没魔力的人成为魔法师的案例。不过他愿意给男主找个家教，教他一些别的知识。就这样，男主一边上课一边自学魔法。转眼间，男主已经11岁了，他终于能召唤出上辈子被他降服的怪物了。小雪，一个狐妖变化的少女，因为男主的咒力作用，她收敛了祸国殃民的特质，但仍旧无法遮掩那张美丽的脸。两人闲扯了一会儿，男主打算让小雪回去，可他不愿回到原先那个地方，于是变成小狐狸跟在他后头。第二天，男主意外撞见了二哥在逼伊法晚上去他房间的一幕。这年纪的小伙子脑袋里都是那点破事儿，男主立马出手阻止了。之后他们俩到了后院，发现地上有个受伤的小家伙，男主找借口让伊法别过脸去，掏出一张符纸施展起阴阳术，将那小幼崽的伤口治好了。伊法看得惊讶不已，十分钦佩，但男主说他才是特殊存在，能看见别人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上辈子他试过一把，想让阴阳师也能像狐妖那样有着操弄灵魂的本事，可惜最后是白搭。现在有了这么个天资异禀的种子，他怎么可能就这么放手？于是问伊法想不想来学那种不用魔力的魔法。伊法点头答应了。男主用符纸唤出了鬼魂，让伊法试试看能不能干掉他。转眼间1年的训练就过去了，二哥格雷还是那副德行，有空就过来取笑一番。男主还没吭声呢，突然俩佣工急匆匆跑来，说镇上出现了个大怪兽，正往这边冲呢。宅子里突然地震天摇，探头一瞧，怪兽已经冲到眼前了。二哥吓得要死，整个人都蔫了。大哥却镇静地吩咐佣人们快躲起来。一回头就看见男主往外冲，他赶到府邸的拐角，正巧目睹灵体保护伊法的场面，没工夫琢磨发生了啥。男主直接挑衅怪兽跟他来，抓住时机施展阴阳术击败魔物。围观的众人目瞪口呆，没曾想他竟能一招制敌。男主看看大家的反应，嘴角也挂上了微笑。这一世他得发挥点自己的力量，让自己的未来好过一些。父亲对男主的本事挺满意，就问他想要啥样的奖励。男主二话不说要去魔法学院，还得带上伊法一块儿。二哥一听这话就火了，家里的规矩是绝不允许的，兄弟俩不能走同条路。男主如果去了魔法学院，那他就没戏了。爹原本是答应了男主的，可二儿子一反对，只好定个明天决斗的事儿，赢的人才能去魔法学院。可二哥脾气就是火爆，晚上就找上门来想干架，在他眼里那只是男主走狗屎运。男主劝他别冲动，可二哥根本不领情，甚至直接搞起魔法来攻击，想把男主烧成灰。可男主自己有符咒护身，连根汗毛都没伤到。这时他掏出口袋里的符咒，直到二哥求饶才罢手。其实男主也不想这么狠，可是格雷的话实在是气坏了他，成功哪有那么容易靠运气啊。半年前他就把妖怪招来了，指派他找机会把那魔兽赶出来，所以那一战全是男主一手策划的戏码，就为了抢学院的名额。可他可能没想到，老头子其实早就看出来了，原来男主是他亲弟弟的崽。一开始因为黑头发黑眼睛，老头子还以为他可能是魔族的种，后来验证出他一点魔力都没有，这样一来这个猜测就被他否定了。然而男主展现出来的能力已经足以让人觉得他可能会造成麻烦，所以为了防止他将来变成大坏蛋，爸爸才打算牺牲二儿子，目的是为了让男主在学校学习正确的价值观。另一边，赛卡俩人坐着马车启程了。几天后，他们终于到达了学院都市罗德涅阿。一来到学院的招生办，他们就被告知
时得先做个魔力属性测试，依法先来，把手搭在水晶球上，结果一测是火和风的双属性。轮到男主的时候，那水晶球一点动静都没有，老师还以为他家世显赫，可能有特别的光暗属性，所以测不出来。谁知男主直接说自己一个魔力都没有。同学们听了都开始偷偷议论，他们觉得男主这种没魔力的肯定是凭家底混进来的。就在这时，一个红头发的站了出来，他也把手放上水晶球，那球立马亮起了刺眼的白光，这表明他是4属性全都有的牛人。红头发转身就要走，男主赶紧喊住他表示感谢，但人家说他不是来帮忙的，还直言男主这种没魔力的来学院确实是给人添麻烦。男主突然被当面羞辱，他不但没生气，反而对红毛挺感兴趣的，因为这红毛和他前世的徒弟长得挺像。男主前世可是个大阴阳师，这辈子转世到魔法世界，表面上变成了个没魔力的普通人。不过他一点都不急，因为他体内的咒力充足，这咒力足以让他用阴阳术在这个异世界成为最厉害的存在。魔力属性测试一结束，紧接着就是魔法的实际操作考试。依法这个徒弟第一个登场，举起了他的魔法棒，出手威力甚至让男主都有一些惊讶，想到这都是自己教出来的，他不由得感到一阵自豪。依法完后，男主上前展示技能，围观的同学们见状傻眼，因为这种魔法他们也是头一次见。随后男主展示了水系魔法，这才匆匆结束了这场考试。不一会儿成绩就公布了，依法心里七上八下的，毕竟理论考试时他很多题都答不上来，结果没想到成绩一出，他竟然拿了全年级第2，男主都排在了他后头。再卡一看这排名，心里五味杂陈，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至于那个红毛少女阿米优，她凭借更加惊艳的表现拿下了入学考试的头名。排名公布后，接下来就是新生们的入学仪式，男主和伙伴都换上了崭新的制服，步入了这所魔法学院。谁知道走到半路上，在森林中发现了个让人不寒而栗的魔法阵，男主立刻觉得有鬼，就留下了个纸人来监视这里。不久他们到了礼堂，就在阿米优作为新生代表准备上台发言的时候，魔法阵动了起来，然后一群小恶魔冲进了礼堂，眼看大家快支撑不住了，阿米优拔剑就往前冲，男主藏在柱子背后偷看，注意到小恶魔似乎在找些啥，然后通过纸人瞄到了操控者的身影，立马决定一闪身过去看个究竟。那些恶魔根本没把男主放在眼里，就看他呼唤出小弟群攻，可男主一个个轻松应对，其中一个还被他收作战利品。恶魔意识到男主不简单，打算亲自出马，首先用火把男主的纸人烧了，然后照出个巨剑直刺过来。就在男主纳闷为啥那剑咋飞得跟慢镜头似的时，剑又折飞回来，贴着他脸皮划过。紧接着男主躲开了恶魔的火球，却被后面那一刀差点断了臂。这时候男主问恶魔找啥呢，说看在他快挂的份上，恶魔还挺仁慈的说他们在找勇者呢，说完就准备杀了男主。可谁知道这都是虚幻，他干掉的不过是个纸人替身。不止这样，男主还能用咒语1秒钟把扔过来的武器消失，就这样玩无限复活。恶魔一看这势头，说他复活多少次就灭多少次，包括那位勇者，说什么也得在他强大之前弄死他。男主就召来水势淹了整片森林，紧接着召出了雷兽，利用水的导电性把恶魔一劈成了灰。谁想到对手来了个传送术，直接从背后一闪，还好男主早有预感，用纸人替身挡住了，口中默念咒语。蛟龙听从男主的指示，冲过去一口就把恶魔给钳住，然后直接在空中把他吞了，搞定了根本的麻烦。男主又回到了宴会厅，此刻阿米优已经靠自己干掉了3个小恶魔。男主对他的实力挺满意，因为上辈子的惨剧让他知道高处不胜寒，站在高处的强者最终会被人类的嫉妒打败，所以他得找个人替自己当最强。阿米优正是他的首选。转眼间开学已经过了1周，卡琳老师叫阿米优跟依法把新生们的名单拿到神殿去献上，地点在学校林子里面。男主想起上回的那个魔法阵，心里突然冒出个不祥的感觉，所以让依法别管这个事，让自己跟阿米优2个人去。第2天他俩到了树林，从老师那儿接过名单，朝神殿的地方走去。路上阿米优突然觉得头痛，男主立马感到不对劲，往另外一个方向走，然后在树桩上找到了个怪异的魔法阵，下一瞬间阵法亮了起来，两人瞬间被传到了地下迷宫。男主原本打算待在原地等救援，听阿米优说救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地下迷宫存活率低得很，就连冒险者们都不会接这种找寻失踪人员的活。男主没辙，只好继续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往顶上贴咒符，这样留在地面的式神就能更好的探查这一带，帮他快点找到迷宫的出路。就在这时，一群怪物朝他们来了，阿米优抢头阵，动作利落，干掉2怪物，可他没留神被偷袭，两眼一黑就倒下了。男主赶紧召出帮手，等阿米优醒来的时候，发现那些怪物全都怕了，他身上的伤也都好的差不多了，可头痛的问题还是没有缓解。一问才知道他头痛不是老问题，男主开始怀疑是不是诅咒惹的祸。阿米优半信半疑，因为他自己没在身上找到那种典型的诅咒痕迹，或许是藏在哪儿不显眼的地方。他毫不犹豫地脱下衣服让男主检查，可就是找不到任何迹象，大概是太小了不容易发现。话说回来，既然护身符能减轻头痛，多半还是诅咒的问题。男主就向阿米优要了根头发，打算用纸人来替他扛诅咒。两人开始聊起各自喜欢的事物，阿米优心情忍不住沉了下去，
原来他从小就对战斗情有独钟，无论是人还是怪物，他因此被当成了另类，所以阿米优才追求力量。他觉得只有变得强大，战斗才能变得乏味，他就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男主听完后表示理解，但他并不认为阿米优是异类，只是觉得他不适应当前的环境。阿米优听了很受感动，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男主和阿米优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来到了迷宫 BOSS 的大门前，里头竟是个娜迦，是个很恐怖的怪物。阿米优的第一反应是撤，可男主硬是信心满满，他发誓俩人能搞定。阿米优也只得跟着一搏。打 BOSS 的时候，男主发现了娜迦竟能喷出腐蚀性的强酸，他立刻灵光一现，他让阿米优瞄准娜迦的脑袋，放出火球猛攻，那金枪受热一触即发，爆炸声巨响，震耳欲聋。阿米优紧接着补上一刀，直接送娜迦去见了阎王。BOSS 战结束，两人在密室内捡到了俩超强装备，一把来历不凡的圣剑，还有一枚蕴含庞大魔力的戒指。他们收好后立下誓言，未来成了冒险家，一定要一起去探险。然后俩人离开了迷宫，向老师汇报了这趟历险。男主找机会单独行动，潜到地下去找歌德老师。那次恶魔在学院出没，男主就起了疑心。那天早晨，歌德差点让恶魔得逞，他对歌德的身份就有所怀疑。现在看到眼前的诅咒阵，他更是信心满满。毕竟恶魔血就是诅咒的工具，这玩意儿在谁手上，谁就是幕后黑手。可惜了，论下诅咒，男主才是老祖宗。他把诅咒接到自己身上，然后用阴阳术一扫而空。看着歌德因诅咒反噬挂掉，男主嘴角露出微笑。在他面前玩诅咒，那不是班门弄斧吗？和阴阳师斗诅咒，这家伙还嫩着呢。一切事情搞定之后，男主以为恶魔应该还有异动，谁知道啥动静都没有，仿佛彻底销声匿迹，让男主心情不错。毕竟他和阿米优成朋友。这天，男主和伊法被叫去校长室，见了亚人族的校长。校长找他俩来，是想挑他们俩其中一个跟新生梅贝尔一起去帝都的武术大会上露一手。男主对梅贝尔的出现有些好奇，所以决定自己去参加。阿米优听说了，脸色微沉，一看就不太高兴，自己不是才第一吗？凭啥2、3名的去？这事儿男主他们也摸不着头脑，只能听校长的安排呗。阿米优知道朋友们都很厉害，所以就只是抱怨一下，可对梅贝尔是真的不待见，觉得这个贵族女孩只是想借比赛为自己以后铺个好路，明明看起来就很弱小。正巧梅贝尔听见了这句话，他也不是被骂了会憋着的人，马上反击说：“你没被选，菜就多练，别往人家身上扣锅。”俩人就这么硬碰硬，干脆说比一场看谁菜。阿米优一向以战斗力自豪，现在被个新生逮着戳肺管子，这让他怎么能忍？打了一把，结果受了挫，顿时火大，因为梅贝尔竟然来阴的，居然偷偷使了黑魔法。阿米优指责他，梅贝尔还理直气壮，能赢才是真道理。这下挑起了阿米优的斗志，火急火燎的决定翘课去看比赛。男主一行人日夜兼程赶路，终于到了帝都。本来想四处逛逛感受一下，可男主晕车晕得厉害，只得先去确认比赛名单，然后让他回酒店歇着去。第二天，武术大会如期开幕。今年规则更新，魔法师也能参加。男主作为开场的第1号选手，在众人瞩目中缓缓走上赛场，对手是个人人厌恶的人渣，传闻是个堕落贵族的儿子，因为作恶多端，最后被剥夺了姓氏，沦为平民。对手知道男主是魔法师家出身，还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孩，这人顿时得意的不行，觉得这下稳赢了。主持人刚宣布比赛开始，他就直冲男主，然后瞬间被秒。主持人目瞪口呆，马上宣布比赛结束。男主刚退场，小雪就跑来追问：“这么高调，真的好吗？”谁知这都在男主的预料里。紧接着下一场比赛就开始了，是贤者徒弟蓝毛的对决，对手是克洛商会的佣兵凯尔。这场比赛怪异的很，比赛宣布开始，蓝毛却在台上纹丝不动，凯尔上来一剑就把他干掉了。比赛中的第一个死者的出现，让比赛气氛一下子激烈起来。男主却在打量凯尔，若有所思。第二天的晋级赛如期而至，这回男主面对的是一个魔像，全身嵌满了魔法阵，明摆着就是为难魔法师的。对手还满口保证男主休想赢，结果又被秒了。赢了以后，男主也有些不确定，毕竟大会规定召唤师不能参加，要是被人揭露了他的小手段，搞不好直接就被踢出局。另一边，梅贝尔也稳稳的升级了，他只是随手挥了挥剑，就轻松挡开了攻击。魔法师每次准备放个大招，但梅贝尔总是打断他们的吟唱。男主和他的伙伴们在台上看着梅贝尔手里的刀像是墙一样，忍不住想他可能在刀上用了重力魔法。这个猜想让阿米欧不敢相信，先不说那精湛的剑技，光是那种无需吟唱的高级技巧，真的是新手能搞定的吗？很快梅贝尔就结束了比赛。主持人宣布结果的时候，男主突然发现他被叫做勇者。怪了，勇者不是阿米优吗？他一脸迷惑。妹子们才解释，梅贝尔这名字和历史上的第2任勇者一样，加上用的武器也一模一样，所以人们才把他当作勇者。晚上昏黄的小巷里，一个绿毛男人正在偷偷传递消息，结果被男主当场逮个正着，直接指认他是恶魔的间谍。绿毛咬死不承认，作势要走，内心却准备偷袭，最好灭口男主。男主一来，城里就布下了法眼监视，所以才知道这男的是魔族的卧底。他看起来不打算老实交代，男主就打算逼他说真话。不过他用的不是刑讯逼供，而是让叫做绝的怪物读心。了解到这阴谋背后的主谋是波罗男爵跟艾尔公爵这2位，并且他们2个都已经倒向魔族了。男主
主接着追问关于勇者的事，这才弄明白，自从去年他粉碎了魔族的阴谋之后，他们开始怀疑真正的勇者可能是梅贝尔，因为他出生的年份跟预言吻合，性别和头发颜色也对上了。当然，关键是他确实很强。了解完这些后，男主让绝干掉了那个男的，然后才把他送回了异界。现在男主可以肯定，学院之所以让梅贝尔参加比赛，是为了吸引魔族的注意力，以便为阿米优的成长赢得时间。至于为什么选他参赛，男主猜测可能是因为那个名叫凯尔的选手太可疑了，需要他这个诱饵先试试水。第二天，男主顺利进入了半决赛，下场时碰到了梅贝尔，他一开口就是要他半决赛放弃，男主当然没答应。梅贝尔还理直气壮，我知道你很厉害，所以我会全力以赴，你也不想在比赛场上出事吧？男主这个假笑 boy 听后再一次拒绝了梅贝尔，两人不欢而散。男主回到看台上坐下，紧接着的比赛是凯尔对上一名魔法骑士，那个金发骑士一上来就施了光魔法，提升了自己的抗性，以为这样凯尔就不能够轻易的打败他，哪知那家伙除了斜眼还会用暗魔法，黄毛的攻势一个个都被挡下了，到头来还被施了不能动的诅咒。看着凯尔的剑快要砍下来，裁判及时吹了哨子停了比赛，黄毛的小命这算是保住了。那晚男主正打算上床睡觉，结果梅贝尔突然来袭，看样子他没死心，白天被拒了还想搞事，计划晚上偷袭男主，逼他退出比赛。男主立刻就看穿了他的意图，所以他追上了梅贝尔，问他为啥这么拼。梅贝尔知道打不过男主，只能老老实实说出来，原来他是为了替阿米优挡刀，代替他在比赛里丧命，这样魔族就不会继续追查勇者了。不止这样，他还得杀了自己亲哥哥凯尔。梅贝尔说他跟凯尔都是克洛商会从小培养的，他们从小就是商会的佣兵，要成为正式成员得在脑后钻个孔，把魔法印记刻在脑子上，这样就能变成不受情感影响，只听商会的命令的完美佣兵，然后杀掉其他所有队友，这样就能成为商会的正式成员。凯尔不想变成那样的怪物，但又逃不掉这命运，只好让妹妹来结束自己。听完梅贝尔的辛酸故事，男主当场决定自己来在决赛上结束凯尔。梅贝尔听后大吃一惊，责怪男主根本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他不是那种被宠坏的贵族小姐，也不是什么被人捧在手心的勇者，如果连他需要做的事情都没了，那他的存在还有什么必要吗？男主只让梅贝尔别担心，回学院去，只要他在，没人能对他动手。梅贝尔看男主不肯退出比赛，只得罢休，并说自己明天会全力以赴，非赢他不可。半决赛第二天，男主打算速战速决，不拖泥带水，他直接使出阴阳术控制了梅贝尔，轻轻松松就赢得了这场比赛。紧接着就是万众瞩目的决赛，男主一上来就问凯尔还记不记得梅贝尔。凯尔虽然还记得这个妹妹，但被控制的大脑已经没了感情，他满脑子只有一件事情，按命令去杀死梅贝尔。比赛一开始，男主尝试着手下留情换回凯尔的意识，但看凯尔不论如何都没有反应，他心里不免失望。男主原本不想要他的命，谁知凯尔体内的商会咒术突然启动，就算他布下阵法也没用。将死之际，凯尔恢复了些许意识，死前让他帮忙传个话给梅贝尔，然后就没了呼吸。这时小雪拦住了男主，大庭广众之下，复活魔法太显眼了，如果他转生是为了隐藏实力，那就别用这个招数了，况且眼前这个家伙不值得他违背自己的原则。男主这才回神，最终决定放弃，不过他还是动用了阴阳术，把凯尔的尸体移出比赛现场，将他安葬在城外的山坡。男主站在墓碑前，把凯尔的遗言转告给梅贝尔，四叶草的事很抱歉。梅贝尔听后泣不成声，那个四叶草是他特别爱的头饰，可是在做手术之前被凯尔不小心弄坏了，因为这事儿他们还吵了一架。现在想起来，梅贝尔满心都是悔意，怎么就没当时原谅哥哥呢？结果哥哥走的时候还记挂着这事儿。一切尘埃落定，他们四个返回学院，男主则去找院长，跟院长谈梅贝尔的入学事宜。院长其实早就知道了所有的事，他根本就不想按商会的剧本来，也不打算让梅贝尔在决赛中被凯尔害了，所以才派男主这个棋子出场，为的是他能赢得比赛，保护梅贝尔。现在梅贝尔能入学已经没问题了，院长嘱咐男主好生照看他，要让他尽快适应学校生活。男主自是做得像模像样，但梅贝尔对他却是又怕又尊敬，因为这家伙天天逼着他补习啊。武术大会告一段落，魔法学院的暑假就要开始了。阿米欧跟梅贝尔打算回家小住，而男主收到老爸的命令，准备前往阿斯蒂利王国去查个跟龙有关的案子。这时候一个金毛男走了进来，人家叫塞西利欧，是阿斯蒂利亚王国的亲王，对伊法一见钟情，直接就邀请他进自己的后宫。男主看得目瞪口呆，心想这位王子脑子有点不正常，幸亏他手下的利泽还算识相，赶紧拦住了塞西利欧的疯狂行为，然后请男主去房间里说话。听说阿斯蒂利亚的龙是前王妃亲手从龙蛋孵出来的，在那片土地上住了有100年了，和人们共存了这么久，可近来他开始频繁攻击，变得挺危险的，弄得附近居民麻烦不断，所以塞西利欧才打算找男主来处理这档子事，让他来好好查清楚这整件事。男主答应了以后，准备告辞离开，他正往宿舍方向走呢，却被阿米优和另一个人给拦下了。他们俩明白伊法对男主的感情，所以就好奇男主对王子追求伊法怎么想。男主这就是个木头，完全没反应，说如果伊法乐意，他肯定支持。阿米优他们听了直摇头，立马就警告他，叫他别在伊法面前再提这种话，否则伊法肯定会很伤心。2天
天后，男主和伊法一起出发了。他们来到了阿斯蒂利亚的古都普罗，刚一下车就见到城墙上空龙儿盘旋，忽然一条龙俯冲向人群扑过去。这时候有个家伙召唤出了一只虎形魔兽，魔兽虽然把龙打退了，但自己却失控了，猛地向伊法那边冲。那魔兽身上的火焰装甲差点就把他召唤出的冰墙融化了。男主二话不说冲向前，正要给那魔兽致命一击呢，就看到魔兽被锁链锁住，然后变成一束光线被那人收了起来。那人叫泽库特，是个召唤师，同时他还是王子雇来的打龙的雇佣兵团长。那魔兽差点害了伊法，男主生气的警告泽库特，叫他别再把召唤兽弄到自己面前，否则他不保证自己能忍住不把他烧成灰。王子急忙跳出来打圆场，这才算是把事情压了下去。但泽库特一走，男主才知道这打龙的事竟然没得到女王和人民的首肯，立刻开始劝他要再考虑考虑。谁知道对方根本不领情，还叫他别管他们自己的事务。男主一听就不想理他了，立刻转身去找伊法，开始指导他。接着他们俩去了图书馆，查阅那些有关龙的资料。然后他们发现，在100多年前曾经发生过跟现在差不多的事件，那是因为龙妈妈生了小龙，魔力变弱，才开始对人们的牲畜下手。但现在母龙已经死了，只剩下爸爸龙，他们的幼崽也都已经离开了巢穴，那就没道理还有牲畜被袭击。男主百思不得其解，决定亲自去山里探查。那晚伊法站在房门口，他说王子叫他半夜去，他感到不安。男主明白塞西利欧的用心，马上安抚伊法说不用害怕，并建议他今晚就在他房间过夜。两人背靠背躺在床上，就在伊法紧张的脸色通红时，男主突然问他是否考虑加入王子的后宫，毕竟成为王室一员是挺荣耀的一件事。听到男主这么随意的话，伊法心里超级难受，敷衍的回了一句会考虑的，然后就转过头默默流泪。男主对此一无所知。第二天，男主向伊法告别，深入山林，找到龙的巢穴，里面正好有一只。那飞龙一看到男主就开始攻击，谁知不过几个回合就被打败了。男主走进巢穴，果然看到一颗龙蛋，他猜想那公龙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变成了母龙，所以生了小龙后变得好斗。想起王子提到过王后曾经孵出龙，男主决定帮忙孵化那龙蛋。首先他调高了火架上的温度，再把温度稳定在适宜的区间。男主这儿忙着做任务呢，王子那儿却在悄悄搞破坏。丽泽说赛卡是怪物，说伊法跟着他太危险了，还说跟他们待会儿会更安全，但伊法根本不听。丽泽只好采取软策略，先带他去看看王的后宫，但这儿说是后宫，倒不如说是培养女官的学校，历代王妃都是这儿出的，现任女王也是从这儿毕业的。丽泽希望伊法也能加入，然后毕业帮助塞西利欧。他们出了后宫，找到塞西利欧，发现他自作主张要给伊法解除奴隶身份。伊法地位低，不敢直接反驳，只能强调他是赛卡的奴隶，说解除也得问问赛卡的意见。塞西利欧却决意背后操作，马上下令手下抓住伊法，强迫他在文书上按手印。虽然但是哪有人上赶着做奴隶的呀？这时飞龙突然出现，能操控火的人帮忙孵蛋。伊法二话不说跟着去了，两人骑着飞龙回龙巢，一落地就被虎形魔兽攻击。原来泽库特想要的是龙蛋，帮王子打龙什么的全是个幌子。男主和伊法挡在前面，泽库特不多说，直接命令魔兽和手下进攻。泽库特本想强行突进，谁知飞龙一站出来，吓得手下们逃了个干净。可是他手里的召唤书，伊法把他一把火烧成了灰。把这群坏蛋抓起来之后，男主跟王子讲了调查的事儿，还希望他派人帮忙孵那个蛋，这样龙和人的关系就能恢复到100年前的和睦了。但男主没料到，这王子脑子进水了，居然还想打巨龙，就因为要立功稳住他的王储地位。男主拒绝帮忙打龙，王子就给他整了一出，说男主用魔法惹得龙发疯。男主都无语了，但考虑到他是王子，就想着关个几天也就算了。可这家伙偏偏还惦记着他的伊法，男主实在忍不了了。丽泽看出来了，挡住了卫兵。他问伊法怎么想的，伊法说自己想跟赛卡回家，所以又拒绝了王子。塞西利欧看着这情况，再难受也只好放弃。丽泽后来单独把伊法叫出来，一开始是真想拆散他们，毕竟伊法是精灵血统，不该和怪物赛卡一起。但看伊法那么爱赛卡，丽泽只好祝福，还给了他光精灵，让伊法能用光魔法。男主邀请了阿米优俩人一起到他家玩，正好二哥从军队回来了。他当年被男主耍了，没去成心心念念的魔法学院，但后来发现军队更适合自己，甚至还感激起了男主的那一季。但事情得分开看，那次输了还丢了面子，他怎么也得找回场子。男主真不想跟他干架，就让阿米优替他上。作为勇者，剑法自然比格雷厉害，可惜对手是混迹军队的狡猾鬼，一招假动作就把比赛拿下了。格雷急吼吼催男主打一架，男主还没来得及拒绝，这时一个蓝发美眉跳出来阻止。她的名字是费欧娜，是国王和神殿巫女的女儿，他们都叫她圣王女。费欧娜对阿米优和男主特别感兴趣，马上邀请他们过几天一起去王都玩玩。吃饭的时候，他还老找话题聊，男主为了不尴尬，只好跟着附和。看着这一切的父亲心里挺高兴，说他是恶兆之子，肯定是胡说八道。我儿子成绩棒，和同学团结友爱，明明是个好孩子嘛。第二天，男主他们陪费欧娜逛街，看到那些甜蜜蜜的小情侣，圣王女心里那个羡慕呀。她看着男主似有所指的问，如果想跟某人亲近，应该怎么做呢？阿米优来了句，我懂这个，想亲近自然是要英雄救美。所以当他们走
走到工地时，菲欧娜突然来了劲，拽着男主往前凑，然后上头的木板突然掉了下来。看赛卡毫不在意，菲欧娜脸上不高兴的样子显而易见，男主也察觉到了，所以为了弥补恩情，他买了个发带给菲欧娜，还亲自帮她戴上了。